李正博，我来自微软的 TypeScript 团队。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Rado, and I'm on the Angular team in Google. 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是这个讲座主要来介绍一下 TypeScript 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 TypeScript 是怎么和 Angular 一起让你的前端开发的体验变得更加愉快。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大家有多少人是正在使用或者是以前使用过 TypeScript？ 请举一下手。有多少人是听说过但是没用过 TypeScript？ 大概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多少人压根儿就不知道 TypeScript 是什么东西 ？OK， 看来就是大多数观众都是对 TypeScript 至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希望今天的讲座让所有人都有所收获。今天的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创造 TypeScript 这么一个东西，它为了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个语言背后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然后之后我们会结合 Angular 做一些实战的演示。那么你大概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这门语言真正写起来是个什么感觉？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回顾近些年来 TypeScript 的发展历程、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OK，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 TypeScript 这门语言？我们创造这门语言是为了解决几个 JavaScript 开发中的老大难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大型 JavaScript 开发是非常困难的。在微软内部，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在 JavaScript 的工程中，它当代码量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会变得非常非常难以管理。然后究其原因呢，是 JavaScript 的代码通常很难重构。比如说你改了一个看上去很无辜的一个变量名，但你不知道在别的什么地方就引入了新的 bug。而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微软本身。我们举个例子吧。微软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代码编辑器叫 Visual Studio Code。这个编辑器现在比较受欢迎，因为很多人喜欢用它，因为觉得它就是体验很好，用起来速度很快。但是这个编辑器在使用 TypeScript 之前是一个巨大的 JavaScript 的项目，大有几百万行 JavaScript 代码。一度这个管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而在内部使用，我们觉得这个体验也远远不如今天。而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不仅仅在微软内部出现，像刚才那个这个海尔集团的这个陈先生已经说了，他们在海尔内部也有这个纯 JavaScript，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一个拼写错误，你可能要1天的时间才能发现。那么来说，我们就比较了 JavaScript 和那些其他的常用于大型工程的语言，比如说 Java， 比如说 C#， 比如说 C++。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我们就发现 JavaScript 本身缺少了一些很重要的语言特性。你比如说 JavaScript 它没有类型检查，它造成的问题是，除非你对你每一行 JavaScript 都写单元测试，否则你的错误很可能必须要在生产环境中造成了一定后果以后，你才能发现。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你错误发现的成本是很高的，然后你迭代的速度也很低，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JavaScript 是没有这个模块化的系统，然后你对一个非常巨大的代码，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割成就是单元模块，然后你代码重用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就是你说的这些都是老版本的 JavaScript 的问题，新版本的比如说 ES6 已经引入了一些新的功能，已经改善了这个状况。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熟悉新版本的 JavaScript 是怎么产生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JavaScript 版本是有一个叫 ECMAScript 委员会来决定的，他们来决定新的版本的 JavaScript 到底有哪些语言特性。但是呢，这个委员会只负责决定这些特性长什么样子，他们并不负责实施它。所以说，从一个语言特性的设计完成那一刻，到你真正敢放心大胆的在你的生产中使用，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所以很多时候它是看起来很美好，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一个问题。OK， 所以基于以上这几点观察，我们创造了 TypeScript。
TypeScript 的用最简单的定义，它是基于 JavaScript 的，拥有类型检查的一个超级，它最终也会compile 成你所常见的JavaScript。由于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让已有的 JavaScript 的开发者他们的体验变得更加好，所以我们就吸收了大部分 JavaScript 的特点，比如说我们支持所有的浏览器、所有的操作系统，然后我们整个的开发也是完全开源的。我们说开源不仅仅是我们把代码放在 GitHub 上，你可以去看，我们是指我们语言特性的提案、用户的反馈、bug 的报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开源到现在大概有3-4年的时间，我们从社区的身上也学到了非常非常多。好，说这么多，我们大概演示一下这个 TypeScript 大概长什么样子。大家都能看清楚啊 ？OK， 我就认为默认都可以了。好，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JavaScript 的代码。然后，比如它的功能就是你给它一个 email address， 然后它要做一些检查。如果检查通过的话，它把这个 email 发送给server； 如果检查不通过的话，它给一些 warning。看上去好像跟你平时在代码审查中看的 JavaScript 没有任何区别，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来，我们把它变成 TypeScript，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它的后缀名从 JS 变成 TS。OK， 你看到我们对代码本身没有做任何的改动，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了2处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它都说了什么。因为我们这字体比较大，所以我念一下吧。就是他说这个 read only 这个属性不存在于这个类型当中，可能是拼写错误，我们把它删掉。我们看看实际上有什么。我们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叫 writable 的属性，很可能那个是我们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在 JavaScript 你可能需要去上网查文档，然后经过可能好几分钟才能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永远都发现不了。我们把它改过来。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们不能用大于号比较一个 function 和一个数字。我们知道100肯定是数字，那么这个地方是 function。我们忘了跑它。可以看出这些是你在代码审查中非常容易漏掉的错误，而 TypeScript 在你没有更改源代码的情况下就已经帮你找出来了。TypeScript 的这个类型系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系统，就是你可以完全按照你 JavaScript 的写法去写它，但是你给它的信息越多，你收获的也越多。比如说这里我们从这个评论里看到，你给它这个参数可以是一个地址，一个 string， 或者是一个地址数组。那我们告诉 TypeScript 这个信息，可以是 string 或者 string array。你看到我们又发现了几处新的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它都各自说了什么。他说 for each 在 string 上不存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 type， 它是 string 和 string 数组。但是我们这里想要做的事情是检查它是不是数组，但是我们忘了 string 也是有 length 这个属性的，所以我们这里什么也没干。我们改用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检测它是不是数组。我们消灭了1个错误，然后来了3个新的。看现在是什么？他说不能用等于号来比较一个数字和一个 string。但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for each。TypeScript 给你这个函数的参数信息，你看到第一个参数 callback 的第一个参数是 value， 第2个参数才是 index。我们显然搞反了。来把它改过来。好，最后一个，他说我们不能用等于号比较 test.test.com 和 test.test2.com。原来我们到达这里唯一的条件是前面一个条件是真，那么 var 只能是 test.test.com， 所以说我们永远到达不了那里，所以我们想要写的其实是或。好，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刚才这个例子中，
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在真正的代码审查中是可能经过好几轮，可能经过好几天，你才能发现这所有的错误。而且像最后一个，你把且写成了或，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语法错误，所以很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当真正有人汇报 bug 的时候，你只能抓头皮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 TypeScript 特征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提前使用最新的 JavaScript， 你不用等到浏览器的支持。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我们是 function， 我们把它改成 ES6 中最新的箭头表达式 ，TypeScript 也可以理解，也可以你就可以在现在就使用这个功能，而不用等到浏览器的支持。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刚才的 demo。首先，TypeScript 可以在你写代码的时候就给你支持，你不用把它跑起来，你也不用等到真正造成了一个后果，把你的网页弄崩掉，或者你的按钮再不响应，你才能发现后果。这样就是你飞速的迭代，你可以在半分钟之内找到你之前几天都找不到的错误。而这个类型系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紧可松，根据你的需要。而你可以在今天就使用最新的 JavaScript。然后我想展开说一下后面2点。首先 ，TypeScript 的灵活性不仅仅体现于说你可以给它不同的我们叫 type annotation，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冒号 string， 它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数你可以就相当于更定制它的行为。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定义的局部变量，但是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错误，但是你可以让 TypeScript 告诉你，把这个视之为错误，来警告你，使你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浪费资源。而另一方面 ，TypeScript 不但让你使用最新的 JavaScript 的功能，而且同一套输入、同一套源代码，你可以把它编译成不同版本的 JavaScript，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客户的你的消费者的这个网络环境，他们很可能还在使用 IE8 或者很古老版本的 Chrome。但是呢，如果你使用纯的 JS 的话，你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你想用新的这些语言特性，你有可能对同一个商业逻辑，你可能有不同的实现。对于老的浏览器，你用这个；对于新的浏览器，你用那个。然后越来越多的版本出现，你的代码会变得越来越臃肿，然后其实你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事情。但是 TypeScript 这个图就停在那里，永远不会有更多的代码增长。你只需要一套输入，你就可以对于 IE8 你就编译成 EX3， 对于最新的浏览器你就编译成 ES6。然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和很多开发者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忧虑是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门完全全新的语言，我之前对 JavaScript 的那些知识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其实完全不是。像我刚才说的 ，TypeScript 的出发点就是让 JavaScript 有一个更优良的体验。所以说，你所知道的那些 JavaScript 的那些知识，完全可以应用于 TypeScript。你所知道的，比如说 bind 或者 this type， 完全可以使用于 TypeScript。TypeScript 只是帮助你让这个 JavaScript 的体验变得更加好。然后接下来我想介绍另外一个语言特性，是可以大大减少你的错误。我们相信左边的这个截图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实际中我没有这个数字，但是我可以打包票说很多异常出现都是因为我们试图对 undefined 或者 now 这个对象做某些操作。然后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的如此频繁，是因为它的产生是非常难以察觉的。它很多时候 now 或者 undefined 的产生是非常隐蔽的。这造成的后果往往有2种，要么是你忽视了它，结果它在生产环境中给你造成了一定的后果；要么是你过于小心，你在使用这个函数每一个地方你都重新查一遍，对吧？然后你造成你的代码可能从10行变成50行，然后你有很多就看起来很难看的代码。TypeScript 可以让你在保持代码优雅的情况下，也同样安全。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功能。
现在我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叫 count lines， 就是你给它一堆文本，然后它告诉你这里面有多少行，返回一个数字。看上去好像是大概就只有14行代码，能出什么问题，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 feature 叫strict null check， 它的含义就是说，你让 TypeScript 变得更加严格，在任何可能是 null 或者 undefined 的地方都给你一个错误。我们把它开启 ，bam， 3个新的错误，看我们一一来解决。第一点说，这个 object 可能是 undefined，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可选的，是一个条件的参数，不一定给，所以我们就检查一下。如果你没有的话，就直接给0行。第二个说，这个变量在赋值之前就已经使用了我们这里忘了把它初始化。然后第三个说，这是一连串的错误，但是我们只需要关注最后一行。他说 none 不能赋值给这个 string， 原来我们这里忘了，就是我们不是很诚实，我们没有告诉 TypeScript 说 none 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刚刚以为我们已经搞定了，其实我们又来一个新的错误。看这次说了什么？说了这个 line 我们本来是 string 是好好的，但现在因为我们改了 string 或者 none， 所以它也有可能也是 none， 所以我们这里再要 check 一下。OK， 现在我们的代码可以说是比之前要大大的安全了多。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流程大概是相当于代码审查中的344循环，你只需要在刚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解决了。这里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要求着我要打一堆就是多余的东西？我要在每个地方都告诉 TypeScript 这个可能是那个，那个可能是这个。然后接下来一个功能我就要展示的是，告诉你 TypeScript 是足够智能，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帮你做这些工作，你自己完全不用做额外的事情。OK， 这大概是一个小游戏一样的事情，大家可以跟着我猜一猜每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这边有一个 test 函数，一开始有一个 s， 这个 s 可能是 string 或者 string 数组，可能是 none， 可能是 undefined。OK， 然后这里我做一些 if check， 如果 s 是一个真值，我就进来；如果不是真值，我就到那边去。我们看 s 这里大概是什么？因为我们做了一个 check， 所以这里可能是 string 或者 string array。我们再看一下，果然是 string 或者 string array， 已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那么在这里，它不是 string 或者 string array， 它就肯定是 none 或者 undefined 了，并不是，它有可能也是 string， 因为 JavaScript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点是，空 string 也是一个非真值。TypeScript 可以帮助你记住 JavaScript 这些边边角角的东西，让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真正重要的商业逻辑上去。我们再下一个，如果 s 是 undefined 的话，进来，那你可能觉得 s 肯定是 undefined 啦，还能是什么东西？不对 ，s 有可能也是 none， 因为这里我们用了2个等号，而 JavaScript 需要3个等号才能完成一个精准的判断。这里你看 s 就变成 undefined。好，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TypeScript 给你的一个，它是一个非常灵活但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类型系统，它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很缜密的找到你所有可能是 none 或者 undefined 的地方，所以你生产中就不会出现这些异常。然后它可以足够智能，根据你代码的流程就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收紧你变量的这个类型。我们刚刚那个 demo 中，从头到尾我对 s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参数在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s 的类型是一直不断的变化，而省去了我自己很多的事情。接下来 Rado 会介绍 Angular。不知道我的中文不好。Sorry, I'll have to speak English. My Chinese is still not that good. So what I'm here to talk about a little bit more is our collaboration between Angular and TypeScript. So we saw how great TypeScript is.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ngular and TypeScript. So you might be wondering, we work for different companies, Microsoft and Google, Angular and TypeScript. How did this collaboration come to be? How did we start working together? So this story begins around 2014. Angular 1 was very popular at the time, but we were looking at where the web is going, where all these great new features like ES6, the new standards for JavaScript, the Evergreen browsers. We knew that we need to put Angular 1 on the side and build the next best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web applications. An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part of that environment has to be still some tooling, right? JavaScript, just like Jungbo said, is not good enough for building large-scale web applications. We need some tooling, and we tried to invent our own for a little bit. We tried to build something called AdScript. We announced it in 2014, and quickly afterwards, we got in touch with TypeScript, and we realized, why build the same tool twice? Why not join efforts, use TypeScript in Angular, and bring you guys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web ap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And ever since the end of 2014,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And here's a list of features that we implemented through great collaboration. A lot of design discussions have happened between the two teams. And we think this is a great environment that you guys can use nowadays, Angular 2 with TypeScript. So, yep, here we are on stage. Great love for each other. Our teams are, it's a nice story, Google and Microsoft, and sharing hugs. All right, so I want to show you a little demo now. We're all excited about Angular 2. We saw lots of demos about Angular 2. I know a lot of you guys still have Angular 1 applications out there, right? So I want to show you how easy it is to take an Angular 1 application written in JavaScript. There was no TypeScript around when Angular 1 was popular. And I'll take a demo from Angular 1 and migrate it incrementally to TypeScript. All right, so here's our application. It is purely JavaScript. There's nowhere TypeScript to be seen. I have the application running, and it's one of our earliest demos, actually. Some of you might recognize it from, I don't know, 5 years ago, 3 years ago. Its application shows you your favorite mobile devices, and it's really showing its age, both in code and in the images you see. Those are some really old phones. But we have to live with such applications. Sometimes we have to maintain them. So let's see what can we do to make this a little bit better. So first thing I'll do is TypeScript compiler has this flag TSC init. What this does is creates a configuration file in my project for the TypeScript compiler. Next thing I'll do is I will allow JavaScript in my TypeScript project. Just like Jungbo said, JavaScript is valid TypeScript. I will take all my JavaScript files, rename them to source, add them to my include path. And tell TypeScript to compile to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files used to be. Okay, with that in place, I can start a TypeScript compiler, and compilation complete. So it looks like I didn't do much. I fed all these JavaScript files through TypeScript, and they ended up where they used to be. But now I have TypeScript in my toolchain. So now I can continue and take one of these files, this component here, rename it to TypeScript, and now I can start writing TypeScript. So first thing I see, an error about Angular. TypeScript's reminding me, you're using window.error. You never told me that this is safe to do, right? If you forgot your script tag, you might have not have Angular on the window object. So this is a valid mistake.
valid warning, but I can, for now, just tell TypeScript, don't worry about it, it is there, and then continue. So the next thing I'll do is, okay, this is JavaScript we used to write. Like, I think all of us have written JavaScript like this. There's this famous problem with JavaScript. This is not lexically bound. I think all of us have been burned by this at some point. The JavaScript standard has moved forward. ES6 has a nice solution for this, which is the fat arrow function has this being syntactically bound, lexically bound. And I can right away start using this. So right here, this function, which was problematic in the past, and I had to do this workaround. Now I just write a very short arrow function, and it would work as intended. So I made my code clearer and easier to read. It's still not that great though, right? If you look at the levels of indentation, this is 4 levels in. What if I can use some other constructs, like a class? A lot of other languages have this, and JavaScript now has it. So really what I have here is a class declaration, so I can just move this to the constructor. All right, and next thing is this function here. This is just a method, and it was a very verbose way of saying that, whereas now it's a lot more readable, and I can take all of this and pass the controller. Okay, so one last thing. TypeScript tells me there are 2 errors. They're not really errors, it's just that we never told TypeScript what are the valid fields on this class. So I need to declare phone is any for now, and main image URL is a string. Okay, and now very quickly I'll just reformat this cleanly. And now we can all agree, I think, that this reads a lot better than what we had originally. This is more maintainable, more readable, and we can use it in our application. Moreover, TypeScript will help me catch bugs. So imagine I mistyped image. Right away I get the error. I don't need to save this, open the browser, see that the image is not there, try to debug the workflow that you used to have in plain JavaScript. All right, and the best part is you're saying, oh, this is all great, but I'm using featur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the browsers where my users are, right? So I'm targeting IE6. Remember, I was running TypeScript behind the scenes. It's compiling after every change. And if I open, this is the actual code that would run in the browser, and this is valid code in older browsers. So TypeScript is letting me write with the newest features that are available in JavaScript while supporting the old browsers that I have to support. And just to quickly check, the application's still there, everything's fine. All right, so let's go back to the slide deck. All right, so that was Angular 1 with TypeScript. So we went from no TypeScript to incrementally adding TypeScript to our application. Let's talk about Angular 2 and TypeScript. So while Angular 1 can be used with TypeScript, Angular 2 is great with TypeScript. Angular 2 was built with TypeScript in min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it is written in TypeScript, and it also is used, it's ergonomics when you're using Angular 2 with TypeScript. It's probably the best experience you'll get. You can use it with ES6 and ES5, but the ergonomics really, really shine with TypeScript. All right, so I have another demo. Okay, so we've heard from Steven earlier today. We saw Angular 2 in action. We heard that the component is the main building block of the Angular 2 applications.
And here I have a little application which lets me list my favorite foods. It has only one component so far. I just want to point out the parts that we're using here that are enabled by TypeScript. So we're using modules to structure our application. This is spec'd by the new JavaScript standards, but it's not in any browser right now. TypeScript transposes this to the browsers that we're using today. We have a class down here. This is what controls my application, my component. That is also a new feature in JavaScript. And finally, what glues everything together, what tells Angular that this is a component, is this decorator. And the decorator is a feature that TypeScript provides that we make great use of in the framework. So the decorator tells us this is a TypeScript, this is an Angular component, and here is the template. So what I'm going to do next is, so far this application doesn't do much. I have my favorite foods actually stored in a service down here, the food store. And Angular 2, just like Angular 1, is built around dependency injection. So I will use dependency injection to take this food service and put it in my component. So here's how it would look like. First, I will import it from the module. I didn't do anything magical. I just pressed autocomplete, and because TypeScript knows all the symbols, I can just hit enter. There's no other exported symbols from that module. Constructor. So in the constructor, I will inject the food store. And I can start using it right away. So this is the magic of dependency injection. I just say what I need, and I receive it and start using it. If you've done this in Angular 1, right? So if you, this might not be a surprise to you. What is surprising, and I want to point out here, is that we use the type for the injection. So knowing what to inject, in Angular 1, we didn't have the type, so we had to rely on the argument of the function, which could be problematic if you're using minifiers and other tooling. In Angular 2, the type is really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dependency injection, and this is an example where TypeScript allows us to use a feature that makes the framework work better. So I have the food store, and the code writes itself, literally, because of all the auto-completion. It turns out the foods, it returns a promise. The promise has a then method, and I will take the foods and assign them to the food variable, and save all this, open it in the browser. And here are my favorite foods that I hope to eat them all while I'm here in China. Let's see if it will happen. All right, so we started building our application. The next thing that I want to show is that happens very often. Your coworker comes over and says, hey, I have this great component. It's called Thumbs. It lets you vote for your favorite food. You should use it in your application. Somebody else has written this cod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Let's see how can I integrate it into my existing component. So I opened this, and wow, that's a lot of code, right? How can I quickly find the API, the Angular API that this component exposes? I just look for the decorators, right? Here's the component decorator. It has a selector, tells me how I can use it. Vote thumbs is the tag that would that would put this component on my page.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 want to somehow be notified when the voting happens. I just look for the output decorator. Again, the decorators point out exactly what I need to look for, and I start using this component. So here it is. There's a change event. I will just bind own change handler. And I can go back to the component I'm writing and write this own change handler. Okay, so I'll pass an event. What should be the type of this event? I can use any and open in the browser and try to look around. But there's something even better. Turns out
my coworker that wrote this component exposed the interface of the event. I just need to import it, add it here, and now I can start using the event because I have auto-completion on the fields that are available on this event. And again, if you're coming from some other languages, this might not be a shocking revelation to you, but for lots of JavaScript developers, this is a productivity tool that they have been missing and they've been developing with basically subpar tools. So what would I do? Very quickly, I'll just, let's say, count, total count of votes. And here's a total count. So I start with 0, and every time somebody upvotes an item, I'll add up, and every time somebody downvotes an item, I will subtract. Let's save all the files, and let's see what happens in my demo. Oh, here it is. Okay, so I can vote. No, actually, I like Guilin Mifan. That's all right. Sorry, I like them all. What am I saying? All right. So that's the end of my demo. Just to, oh, that was funny. Let's try it again. There it is. Just to reiterate, what you saw is a number of TypeScript features that really play well with the framework. And together, we can make use of ES6 features that get transpiled to ES5, so you start using the future of JavaScript today. We make great use of decorators that really separates cleanly the code that you write and the code that the framework needs. So we have this nice separation of concerns. And finally, dependency injection really shines when you have types around. We all know and love dependency injection from Angular 1, but with types, the code is more readable and more maintainable. All right, so I'll pass it to Jungbo again. OK， 所以我们刚才看了 TypeScript 有哪些强大的语言层面的特征，以及 Angular 有哪些非常方便的框架层面的特征。但是呢 ，JavaScrip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它有成千上万的第三方的库，你可以拿来做你想要的事情，你不用每次都重新发明轮子。但很多这些库呢，在 TypeScript 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你在一个 TypeScript 的工程中，你要怎么样用这些东西呢？首先，我想说的是，就是有一个默认选项，就像我之前说的 ，TypeScript 就是 JavaScript， 所以你本来怎么用这些库，你就怎么用。你该放一个 script tag 在你的 HTML 里，你就还那么用。但是呢，我们总是想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强大的一些基础设施。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后缀名是.d.ts 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作用呢，就是告诉它的 TypeScript， 你所用的这个库它的 API 长什么样子啊，这些函数它的参数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类型。这样呢，你告诉 TypeScript 的信息越多，它给你的也就越多。很幸运的是呢，绝大多数流行的这些库都已经有了现成的这些类型定义文件，你可以在一个叫 definitely type 的这个 GitHub repo 上都找到。这个 repo 是由开源社区维护的，然后由 TypeScript team 参与管理的这么一个库。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GitHub 的库，所以如果你直接上去找文件，完了手动下载下来放在你的工程里，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听上去像很复杂，但是所以这些年来，这个开源社区里也创造了一系列的工具，比如说 TSD， 比如说 Typings， 可以让你在命令行就可以查找一些你想要的这个文件，然后把它下下来。而我们TypeScript 团队也想了很多，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加顺畅。然后从 TypeScript 2.0 开始，我们做了这个功能叫 add types， 我直接把它做进了这个编译器里。所以从 2.0 开始，你不需要任何的第三方的工具，你只需要 npm 就可以做到这些。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想用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库叫 Lodash， 和你的库一块使用，你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 npm install add tabs /Lodash，
这样只要你跑了这行命令，你马上就可以获得自动补全、代码纠错，或者是找到所有引用这些TypeScript 所支持的东西。如果你在这一张换代命令只记住一件事情的话，你只需要记住那一条命令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开发者他喜爱一门语言，除了这个语言本身的特性以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它的工具，它的支持程度怎么样。TypeScript 由于它有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语言服务的一个模型，所以说给它做工具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所有主流的这个编译器里都有很强大的支持。我们所说的支持不仅仅是指 linter 和语法高亮，我们是指你可以重命名，你可以查错，你可以找到所有引用，你可以代码导航。你可以找到它的定义，这些非常你往往只在很成熟的语言，比如说 Java， 比如说 C# 的工具里所看到的知识，在这些我们列举的所有的这个编辑器里都可以有。所以无论你使用什么平台，无论你使用什么工具，都可以保证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体验。TypeScript 本身，因为它用于网络前端，大家知道网络前端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一个领域。每年可以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TypeScript 本身也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进步。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有4次非常大的更新，从 1.6 一直到 2.0， 每一次更新都伴随着一些非常重大的，然后比如说很多人翘首以盼的一些功能。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发布了 2.1， 所以说这基本上是第一个关于 TypeScript 2.1的一个演讲。然后我们一直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快速的迭代，可以跟上 JavaScript 社区的步伐，然后可以让就是即使是最前沿的 JavaScript， 也可以让它的体验变得更加优秀。好，一个简单的总结，为什么我们要创造 TypeScript？ 是为了解决 JavaScript 开发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大型 JavaScript 开发，比如说 JavaScript 的设计完成到你真正的敢于使用，中间的巨大的时间差。而由于我们有很强大的这个 tooling， 很强大的这个编辑器的支持，无论你是什么平台，你都可以有一个很优良的体验。你学习 TypeScript 现在也是最佳时机。而 TypeScript 和 Angular 从语言层面和框架层面结合，可以让你前端的体验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优良。因为我们非常快速的迭代的速度，在未来也是非常光明。这是一些我们的联系方式由于我们像我刚才说，我们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工程 ，Angular 和 TypeScript 都是开源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听见开发者的声音。然后我们希望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我们。很可能下一个版本的 TypeScript 或者 Angular 都会有这些功能。好，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谢谢。Thank you. One more announcement. We do have more talks about Angular 2, except there won't be in this room. At 4:30, Stephen will show us how to build progressive web applications. It will be room 309. 所以我们下一场关于 Angular 的演讲不在这个房间，在309，是时间是4点半。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记得去那个房间。And also, we have some stickers right here. Come right after the talk and grab a sticker for TypeScript. 我们有一些非常优秀、非常 Q 的贴纸，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上来领取。谢谢。谢谢。